老将黄忠斩杀夏侯渊，被刘备加封进爵，打心里瞧不上黄忠，不愿与之平起平坐。诸葛亮察觉到此举是刘备集团由盛转衰的开始，极力劝说未果，刘备一意孤行，给刘备集团带来了怎样的打击？今天呢，带大家走进三国，看看刘备集团是如何走向衰落的。黄忠因定军山一战斩杀曹操手下大将夏侯渊，为刘备集团立下大功。在刘备准备加封黄忠时，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，苦口婆心地劝告刘备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主公不要草率行事。可刘备呢，完全没把诸葛亮的话当成一回事儿。虽然关羽不待见黄忠，刘备却认为自己有信心说服多年追随自己的关羽，于是呢，命人给关羽送去了一封信，对忧心忡忡的诸葛亮说，自己会看着办的。可是这一次刘备失算了，诸葛亮担忧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。关羽得知刘备加封黄忠一事，直接火冒三丈，不愿与老兵黄忠同列。刘备不听诸葛亮劝告，执意要将黄忠封为后将军，赐其爵位关内侯，与关羽、张飞和马超平起平坐，彻底激怒了关羽，使得两人的矛盾公开激化。要不是送信的费师巧妙将关羽说服，当时的刘备集团可能就分崩离析了。要是关羽就黄忠一事和大哥刘备彻底翻脸，他可能不会去孙权阵营。关羽瞧不上黄忠，也瞧不上孙权，离开刘备的关羽可能会去曹操阵营，而曹操呢，是刘备最大的敌人。关羽如果去到那边，将来兄弟刀锋相见，这不是诸葛亮想看到的。看清一切的诸葛亮不希望这种局面发生，才会极力劝说刘备对加封黄忠的事情要慎之又慎。关于为何瞧不上黄忠，很多人呢都感到十分疑惑。明明黄忠第一次和关羽单挑取胜，武将之间不都以武服人吗？可是老将黄忠战胜了关羽，还是没有赢得关羽的尊重，依然看不起黄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关于藐视黄忠，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，这两个原因呢，也体现在两件事情上。这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在黄忠投降刘备的时候，也是关羽第一次见黄忠。在正史中，刘备集团在平定四郡的时候，没有费吹灰之力，都没有和敌人发生正面对抗。长沙太守韩玄、武陵太守金玄、零陵太守刘度和贵阳太守赵范就自动投降了，而韩玄手下大将黄忠自然呢就跟着一起投降刘备了。这就是关羽对黄忠的第一印象，一个不战而降的懦夫。关羽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，所以就算黄忠单挑赢了，关羽还是打骨子里瞧不上他。这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两人在长沙城下单挑的时候，黄忠能战胜关羽，证明他的实力并不弱。在单挑过程中，其实黄忠有机会杀掉关羽。两人大战第一天，大战100个回合，虽然没有胜负，但是已基本摸清对方套路。关羽心想，这个老将有2把刷子，作战经验丰富啊，100个回合下来没有露出一点破绽，这人不简单呐，要多加防范。关羽想出一个计策，他诈败逃走，将自己的后方亮给对方，看黄忠作何反应，是继续追赶还是在背后放冷箭。黄忠并没有打算杀掉关羽，如果他想杀掉关羽，第二天单挑关羽就一命呜呼了。老将黄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其实黄忠是一个没有武德的武将，有些时候他会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在定军山和夏侯渊一战就可以看出来，黄忠和夏侯渊约定好，双方将领同时走马换将。夏侯渊这边按约定放走了陈氏，但是黄忠并没有遵守约定，为了除掉夏侯渊，他耍起了奸计。黄忠放走夏侯尚，还没等夏侯尚走到自方阵营中，黄忠就一箭射了出去，射中夏侯尚的后心。最终定军山一战得以取胜。黄忠为何不对关羽放冷箭？是害怕关羽的大刀和红脸吗？当然不是，那是忌惮关羽那桃园结义的2位兄弟吗？
为了守不住的长沙城，没必要得罪刘备阵营的人。况且呢，关羽也不是个好惹的。黄忠不是对关羽放冷箭，也许是单挑下来觉得关羽是条好汉，自己内心是真的佩服。但是不管是哪种，在黄忠与关羽大战第2天和第3天，他都对关羽手下留情了。这一点关羽自然是知道的。虽然黄忠对他手下留情，他依然瞧不上黄忠，不是瞧不起他的武功，而是呢瞧不起黄忠的为人。关羽不愿和老将黄忠为伍，和对他轻蔑的态度，为刘备集团埋下了内部矛盾，对刘备阵营来说也是不利的。关羽是荆州太守，总揽荆州的军政大权，因为对黄忠的封爵，关羽不肯接受刘备的印信，两人矛盾公开化，会让他人猜忌刘备和手下大将是不是生出嫌隙。这让北方的曹操和江东的孙权都看着刘备的地盘。刘备在夺取西川之后，对手下大将都进行了封赏，关羽被封为了前将军，汉寿亭侯的爵位还是曹操向朝中请的。张飞被封为右将军，夺取荆州时封的新亭侯爵位不变。马超呢被封为左将军，都亭侯的爵位也不变。4大将军的最后一位还是黄忠，被封为后将军，他被赐予了关内侯的爵位。刘备夺取西川，称汉中王，加封和4大将军，其中3人的爵位不变，只有后将军黄忠一下荣升为侯爵。这种做法刘备实在欠考虑，自己称汉中王，好歹也分一口汤给一起征战的兄弟啊，不一视同仁就算了，还特殊对待，寒了兄弟们的心，这步调不一致，关羽心中能平衡吗？关羽气愤刘备加封黄忠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关羽在建安5年就已经是汉寿亭侯了，他这个爵位一坐就是20年，直到关羽败亡荆州，这个爵位从没变过。曾经跟关羽一起为曹操效命的于禁都已经10亿1200户了，而关羽却还是一个空有虚名的汉寿亭侯。这证明了一点，刘备这人十分小气，没有大格局，非要把手下的10亿牢牢抓在手中。对于这些东西，关羽都不在意，也不缺那几个钱。只是呢，关羽一直追随刘备，一个名号用了20年，这种事情说出去，关羽丢不起那人。其实啊，关羽愤愤不平的是，刘备称汉中王，在黄忠加官进爵的时候，自己的好兄弟张飞和赵云，还有军师诸葛亮，爵位都没有升，特别是诸葛亮，还是没有任何爵位。刘备占领汉中后，地盘已经超过江东的孙权，这个时候提升几个大将的爵位并不是什么难事儿，但刘备呢，就是死抓着爵位不放。关羽因此暴怒，他的怒气是为自己不值，也是为一直追随刘备的兄弟不值得。刘备用人如鸡心，后来的人居然居上了。其实关羽不是反对黄忠加封，气的是自己20年来爵位一直没有上升，跟着这样的主公打天下，未来也没什么期待了。看着气愤的关羽，其实诸葛亮呢是感同身受的，只是心中的不满不像关羽那样爆发出来。要不是诸葛亮为刘备奔波江东，连孙抗曹，刘备称不了汉中王；要不是赵云单枪匹马为刘备救出刘禅，至少少爷儿子管他叫爹。刘备呢，当上汉中王，给后来的黄忠加封进爵，却把一帮和自己历经风雨的好兄弟忘了。自从关羽和刘备闹翻后，刘备集团就走起了下坡路，这可能就是君臣离心所导致的。荆州的关羽北上发动襄樊之战，如此重要的战役，刘备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，也没有为关羽提供粮草。孤军奋战的关羽在俘虏于禁3万人后，因为候补出现问题，只好去抢孙权在相关的粮仓。这一下给了孙权和刘备翻脸的机会。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阻，也不顾关羽的感受，执意对黄忠加封进爵，却不晋升关羽、张飞和马超的爵位。这种做法小气又不地道，因为这件事情呢，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，
使得成都的刘备和诸葛亮不能及时接收关羽的情况，毫无察觉，荆州陷入危机。孙权夺回荆州，刘备失去不少地盘。他和诸葛亮在隆中商量的宏图霸业，因为荆州的失去成为了一个梦。刘备的小气毁掉了关羽，也毁掉了蜀汉的大好前程。